卢拉受邀参加 G7峰会，这是要和西方狼狈为奸，中国应该主动出击了。各位好，欢迎来到新乐锐评。上个月，巴西总统卢拉的中国行为中巴合作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也让两国的关系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于巴西是拉美洲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卢拉的访华也被一些西方媒体看作是美国在拉美影响力衰弱的标志事件。但是就在中巴关系有着大好前景的当下，却传出了一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卢拉要前往日本广岛参加 G7 领导人峰会。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卢拉这次的出访是受到日本的邀请。据了解，日本这次一共邀请了8个非 G7 国家，除了巴西之外，还有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等国。这则消息有2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卢拉为什么参加 G7 峰会，另一个是日本为什么要邀请这些国家。先要来说说 G7 国家对中国的敌意。要知道，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有美国在的组织针对中国就是一个重点议题。从G7前段时间透露的消息来看，这次峰会的重点将会集中在对俄制裁以及如何对付中国这2个问题上。尽管在刚刚结束的财长会议上，G7闭口不提中国，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这次邀请的国家大部分都是与中国站在对立面，或是与中国在地缘方面存在纠纷，并且日本找了一圈中国的邻居，但就是不邀请中国，明摆着就是想营造反华小圈子。那么卢拉参加G7峰会，不就等于和西方狼狈为奸？难道他真的成了白眼狼吗？这一点其实巴西媒体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在报道时强调，巴西的关注点与西方不同，会聚焦于俄乌冲突和粮食危机。一方面，解决俄乌冲突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粮食危机。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下，粮食价格水涨船高，而巴西是粮食出口大国，也希望为粮食安全出一份力。如今有一个与西方直接对话的机会，卢拉自然不愿意放弃。另一方面，巴西虽然是粮食出口大国，但国内依旧有数千万人饿着肚子。这是巴西的粮食被4大粮商掌控，而他们的背后又是西方资本。卢拉在就职仪式上表示，自己的心愿是让所有民众不再饿肚子，这也是卢拉不能拒绝G7邀请的一个重要理由。所以，卢拉参加G7峰会，并不是想与西方一起针对中俄，而是为了与西方斗智斗勇，换取更大的利益。但就算巴西没有针对中国的意思，其他几个国家也无法得到保障。再加上G7的敌意，都会让中国的地缘处境变得异常紧张。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应该要考虑主动出击了，不然等到美国将反华包围圈建立起来，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天天挑衅中国，我们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只有中国先发制人，展示自身拳头，才能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